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专业与我的分享。基本上我个人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价值观的信念追求者，所以我一直以来这个频道也都是以我为中心去探讨周边我所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以及案例。对，或故事等等的。那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是从事空调工程方面的公司，那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专业就跟空调的相关是有相关的事情。最近因为天气开始热了嘛，那大家有陆陆续续有装冷气的需求，所以最常被客人问到的问题是，到底变频是真的能够省电吗？甚至在网络上，包含 YouTuber 上面很多有人在不管用实测的做法来想要阐述、想要表示变频到底省不省电，甚至有人的说法论调，甚至是变频不省电跟定频一样，没有比较省电的这样的言论说出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论调，因为你只是一个实测的结果，你以实测结果来论述这样的论调，其实是很偏颇的。原因是因为你实测的环境它是一个开放式空间，跟相对于你去单一实测机器来看的话，那个是精确度是不够的。我等一下用一个我自己绘制的一个简略的图表来做相关的说明，应该就可以以很原则性的大家去很自我的很自己本能的去理解跟判断，我相信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判断到底谁讲的是对的，谁讲的是有偏颇的。好，不讲是有错，因为他可能有他的实验上面的条件设计上面的一个误区，而导致了它实验起来的结果是有偏差的。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就是定频，应该可以吧？定频的运作模式是当开启了之后，它呈现的是直接开启就从0直接跳到100。那运作到目标温度达到了之后，它又会降成送风，所以又归回0的这个数值。然后当下一个阶段温度又慢慢上升之后，它压缩机又重新启动了，又几乎是100% 的耗能在运作，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周而复始。所以每当压缩机在运作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耗电的期间。那变频怎么运作呢？变频的运作是，它可能会因为启动之後，一开始它会为了快速达到目标温度，所以它甚至会来到有超频的可能性。那当超频了之后，温度慢慢有回落之后，它就可以逐步的递减下降，然后甚至到后面的只要持续没有关闭的话，那它其实就会趋于一个所谓的恒温状态。那真正变频要能够发挥省电的时间点以及范围区间呢，其实是在回落到100% 之后的这个黑色范围区域内，才是真正变频能够发挥省电的环节。那换言之，如果他今天实验的数据是变频，然后装一个太小台的机器，而导致了它压缩机启动之后，它其实根本是没办法回落的，它一直处于一个高100% 的一个高位。那这个高位迫使，因为温度一直降不下来，一直压不下来，所以迫使它的这个冷气的运转能力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段的一个状况。这个图表其实我们拿来跟定频的做对比的话，其实会发现到它可能会跟定频的线图会很像，因为如果定频的机器无法控制目标温度之后，它其实上来之后就也不会停，会一路的向前走，只差别在于是
定频它只能发挥到100%，它无法超越。那变频它因为频率是变动的，所以它在运作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超越100%一点点，它有一个合理的误差范围内，但是这个状态其实是很伤机器的。它如果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高频率运转，甚至叫超频率运转的这个环节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人都会过劳。那机器如果好比是人类的话，机器早晚有一天也会被你超死。好，所以我们要这样理解的话，其实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网络上面很多用实测的方法，电流实测的方法来说明变频无法比较有效率的省电的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们实验的环境是相对开放的，那机器相对小台，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去对比两个空间，那除非他们有办法去说明，如果它机器是足够的大台的时候，其实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这个省电区域出来。那换言之，我这边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变频如果要做到真正能够省电的话，需要能够 hold 得住这个空间的热需要量。意思就是建议冷气的能力应该要大于等于，好，不一定要完全绝对的大于，但是至少要接近的大于或等于实际空间的热需要产生的那个热能。好，如果我们算起来这个空间的热产生的能量在每小时大约在 3.5 kW 的话，那就会建议，因为在机器规格设计上面，大概就最接近的机器就是 3.6 kW 的机型，我就会因此而建议我们采用的是 3.6 kW 的冷气能力。那这样子它能够掌控得住这个空间的热需要量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能够创造出这个省电的区间。好，当它能够 hold 得住这个空间，当它能够压住下来之后，它就能够逐步的递减，能量就会逐步递减。那这个区域创造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真正创造出来叫省电区间。那如果今天我们空间能力是 3.5 kW 的热能，而我们用的是2.8 甚至更小的话，其实很明显的可以想象的出来是这个幅度，它的这个幅度可能会拉比较远，然后降幅会比较平缓的坡，它的这个坡度会比较平缓，所以它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省电区间就会相对比较小。所以不是说不能装小台，而是你装的过度的小台，你会发现这个坡度可能会压不下来，甚至严重到会变成这个状况，就是根本下不来。那就无法发挥变频真正的效果。那如果与其去买一个完全不匹配的一个冷气吨数能力大小的机器的话，那不如花小钱去装定频的机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营业场所我们很常说的乌漆武士的，就是所谓的没有玻璃门，没办法创造出一个相对密闭空间的营业环境的话，我们反而都会建议商家老板们去采用所谓的定频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冷气会持续性的外流出去，你开了再怎么强，它就是会流走。所以因为持续性会流走的状况之下，所以一来是你的冷气能力必须要再更大，否则机器很快会因为过劳而被超死。我们用一个原厂，其实原厂们都是很斤斤计算过的。他们其实为什么敢做压缩机10年保固，好，然后电路板可能甚至其他的全机有做7年的保固的关键原因是：一，压缩机它其实布满了 sensor， 它都100%的确保，努力的不要讲99.9%，去努力的做到确保压缩机不要出问题，所以他们能够敢跟您做压缩机10年保固，甚至有品牌做到30年保固，这都有出现过。那再来就是他们所
公告的那些就是网络上面出现很多可能2.8 kW 一吨组的机器适用于大概3到5坪的空间需求，但是其实你都可以去看它下面有个但书，还是要以实际的空间产热状况而去动态的去判断。根本性的原因是它给那个数值只是个参考值，而消费者其实应该是要请商家销售的店家们帮你去实际的计算我们这个空间实际产热，因为每个空间有人是住楼顶，有人不是，有人有西晒，有人东晒，有人有大片落地窗，有人没有，有人只是小窗户，有人根本没有对外窗，所以每个环境即使坪数一模一样大，它的产热的规模跟能量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在购买之前都要去确认好，因为如果没有做这个能力的确认的话，买大或许只是一开始添购设备的时候费用高出非常多，但至少不至于到机器过劳，不至于到过度耗电。好，这是2个好处，但是费用可能你的预算可能比较高。但如果我们希望预算能够比较控制得适当的话，应该是要请厂商们去帮消费者您去实际的评估跟丈量过，才是比较有准确以及参考的。我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